为世界第一杀手组织的老大时，却被告知自己是江家流落在外的真少爷，而家里早有一个义务身份的养子。本以为要上演真假少爷文里的戏码，却没想他竟和3个姐姐一样，竭尽全力守护我这个真少爷。要知道江家势力庞大，黑白两道均有涉足，家族里从无善茬，就连被收养的养子也不例外。在旁人看来，我回到江家就像羊入狼窝，大家都等着看我的笑话，甚至还打赌我能在江家这龙潭虎穴里存活多久。我唇角勾起，歹竹怎么可能出好损？我可不是江家的意外。刚回到江家抬脚迈进正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的亲生父母，眼神相对，蔓延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微妙之情。我没有开口，只是这样望着他们。老妈率先红了眼眶，她一步步走到我面前，保持好分寸，不敢靠太近，生怕吓到我。儿子，宝贝儿子，妈妈终于把你等回来了。她的声音哽咽，我全身上下穿的都十分普通，却依旧难掩俊朗风华。我看着眼前的美妇人，弱弱的喊了一句妈妈，乖巧又带着几分不安和拘谨。老爸见我这么乖巧，赶紧也凑了上来。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他露出了期待的表情。还有我是爸爸。我依旧乖巧。爸爸。江思明连连点头。哎，好儿子，欢迎回家。我笑着说，谢谢爸爸妈妈。然后将视线转移到夫妻俩身后的3人身上，容色清冷，风华绝代，想来就是我的3个姐姐了。弟弟，我是大姐。见我的视线看过来，江家长女江清雪上前一步，她身姿高挑，肤色是常年居高位养出的冷白，唇角天生微垂，看人时无形中透露出几分审视和压迫感。江清瑶紧接着开口，我是二姐。她的唇薄而淡，身形纤长，气质典雅如兰。江清瑶内敛，却又带着几分无形的清冷和疏离，开口时嗓音清冽如冰珠落盘，不带半分情绪。江清冉还算热情地朝我招了招手，还有我是你3姐。女人眼波流转时尽显风情，显得少女感十足。我挨个开口，叫人坦率又有礼貌，一下子给姐妹3人增添了不少好感。和谐的气氛被一道突兀的男声打呀，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没有第一时间出来迎接陈哥，陈哥不会怪我吧？我抬头朝声源处望去，就看见一道斯文俊雅的身影从旋转楼梯缓缓走下，脸上挂着不达眼底的笑容。走近之后，我看清了他的面容，即便不是江家亲生的，但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帅哥，举手投足间尽显风度，不愧为豪门公子世家典范。这么看来，他就是江家的养子江景年了，只比我小几个月。而他嘴上虽然说着抱歉的话语，但听起来更像是想给我个下马威。我压下眼眸，温声回答：不会的。江清冉切了一声，很快变了脸色。少在那装腔作势。我心头一紧，以为他是对着我说的。小说中狗血的真假少爷针锋相对的戏码，这就要开始了吗？姐姐们更在意宠了10几年的弟弟，哪怕不是亲生的，感情摆在那儿，见不得他受委屈，自然要为他撑腰的。只是有点太快了吧？我还没开始做什么呢，本来我都想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应对了，但是又听见江景年开口，要你管。江清冉的语气更加不耐烦。谁管你？别自作多情。这完全是对江景年说的，这怎么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他们姐弟感情不好吗？老妈责怪地看向他们。阿晨回来的大好日子，你们2个还要闹不成？别吓着他。江清冉轻轻哦了一声，收敛了神色，反倒是江景年委屈的不行。妈妈，他是你们的宝贝儿子，我就不是了嘛。你们明明答应我会一视同仁的。老妈和老爸都有些头疼。景年别耍小性子，一个是亏欠多年的亲生儿子，一个是精心培养的养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之前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既然总归要委屈一个，那就先委屈江景年吧。江景年有些委屈，怎么就是我耍小性子？明明是你先吼我的。在这之前，老妈都是骄纵他的，什么时候对他说过重话？老妈只好点头。好，都是妈妈的错。老妈突然想到了什么，她安抚了江景年一句，然后有些懊恼地对我介绍：乖儿子，这是你弟弟，当年你被人偷偷抱走，我们苦寻无果，思念成疾，这才收养了你。老爸补充了一句：你们都是江家的心肝宝贝，要好好相处才是。说完，他小心地观察了一下我的神色。一般人知道有人鸠占鹊巢，享受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肯定会心生不满的吧？但即便我回来了，江景年也是不能送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们兄弟相称，和平共处。见我没有面露不悦，老爸暗暗松了一口气。我点点头说：我明白的。我这么乖巧，夫妻俩是越看越欢喜。江景年傲娇又倔强的别过脸，就差把心情不好写脸上了。老爸赶紧转移了话题。好了，都别站着了。阿晨赶了那么久的路，肯定饿了吧？咱们先吃饭。他们早就提前命人备好了，毕家人整齐落座，见我始终不肯动筷，父母只当我是拘谨。阿晨自己家没那么多规矩，随心所欲就好。江家作为顶级的豪门之一，其实规矩不少，但是我情况特殊，他们可以为我破例。江景年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嘴：陈哥应该是连基本的餐桌礼仪都不懂，他丢脸才不敢动筷吧？不如先让赵姨来教教。赵姨是江家的保姆，管家白县城的老婆。老妈警告地看着他。景年，他明明知道我流落在外，吃了不少苦头，还哪壶不开提哪壶，在我伤口上撒盐。江景年不服气地又回了一句：本来就是事实，还不让人说了？从贫民窟出来的，他是前半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富贵吧？老爸猛地摔了筷子呵斥：江景年，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要是不想吃就滚回房去。江景年也赌气道：不吃就不吃。他当真赌气回房。老妈满脸歉意地看着我：阿晨，景年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今天不知道发了什么疯，你别往心里去，都是我们的疏忽，没有提前开导好他，让你受委屈了。老爸也放低了姿态：景年确实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以后你就知道了。今天的事情我回头会教育他。江清冉眉眼间也透露出几分嫌弃：阿晨，你别理他，他这个人确实挺讨厌的。我十分善解人意：爸妈姐姐你们不用多说，我都明白。
我突然回来分走了你们的宠爱，弟弟不高兴也是正常的。夫妻俩叹了一口气，傻孩子，这本就该是你的，都是我们把他惯坏了。我随意的吃了几口之后就饱了，然后悄咪咪的掏出手机，点进自己最常用的社交软件，找到列表中最丑的一个头像，发送消息。你给我出的什么馊主意，完全不管用，扣钱，害我在被接回来之前恶补了好多小说里的豪门狗血剧情，本来都做好一个人大战全家的准备了，但除了江景年，江家其他人的态度似乎还行。对方连忙回复，不要啊老大，那可是我千挑万选的秘籍，怎么可能一个有用的都没有？说了半天没一个字有用，我果断把这个账号暂时给拉黑了。在抬头时，发现家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江清冉好奇地问，弟弟，你的手机是什么牌子的？我好像没见过，挺别致的。我如实说，朋友研发的，还没在市面上流通。他们也都没多想，只当是什么小种机，不约而同的没问我从前的境遇，怕勾起我不好的回忆。我以前过的肯定都是苦日子，他们以后要好好补偿我才行。老妈紧接着开口，阿晨吃饱了吗？先带你去看看房间吧，爸妈和姐姐们都给你准备了礼物。于是一行人就往楼上走去。妈妈向我介绍道，你姐姐们在4层，你和景年住5层，5层的房间你随便挑，明天我们找人按照你的喜好再重新布置。就在我准备随处看看的时候，其中一间的房门突然打开，是江景年，他抬手指了指周围的房间，这个是我专用的琴房，那个是书房，还有那个是骑士和画室。对了，你别跳离我太近的房间，我嫌吵。说完又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看着他的动作若有所思，一个养子，在我这个家族大少爷被找回来的时候还敢这么嚣张，看来确实是受宠。我面上露出委屈的神色，爸爸妈妈，今年他好像确实不太喜欢我，要不我还是住客房吧。妈妈有些生气，那怎么可以？不用管他，你先挑，晚上我们就去教训他。我依照他们的话随意挑了一间，还可怜兮兮的收下了老爸老妈和几个姐姐为我准备的礼品，还有2张几百万余额的卡。毕竟谁会嫌弃钱多呢？晚上老爸和老妈果然如同他们所说，认真教育了江景年，而我则是到处逛逛，熟悉一下环境。江景年给他们各自倒了一杯水，气度拿捏得极好。大妈放心，他是你们的亲生儿子，我自然不可能伤害他。但是一个家庭里，有人唱白脸就要有人唱红脸。陈哥刚回来正是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为难他，而你们维护他，不是更衬出你们的好，他才能更快的依赖你们，同时也让他有点危机感，不要天真的以为回来了就万事大吉。他的性子太软，不适合在江家生存。江景年眼眸已经渐渐凌厉了起来，幽暗深邃，全然没了之前面对我时骄纵任性的模样。如他自己所说，他对我没有恶意，并且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定位。他早料到江家真正大少爷会有被找回的那一天。江家与别的豪门不同，利益至上，这是家族每个人都刻在骨子里的真理。他不会把心思都放在毫无意义的争风吃醋上，深知自己只有手握实权，才能在家族站稳脚跟。他多年的经营也不可能被天降且什么都不懂的我接活。爸妈千挑万选选中他，呕心沥血培养他，不会轻易放弃。我最多算是江家的一个吉祥物罢了，威胁不到他的地位。老爸和老妈对视一眼，叹了口气，他这样的性子才正常，正是我们江家最难得的。罢了，你向来是个有分寸的，我们也就不再多说。第二天，爸妈和3个姐姐都早早出门，他们平日里都是忙得不可开交、脚不沾地的人物，昨天能集体抽出1天时间来迎接我，实属不易，也算是对我的重视。所以今天他们都要去把手头上的工作补完，而在家陪着我照看我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景年身上。他们十分抱歉地跟我交代原因，并嘱咐我只能在主宅这一片区域活动，有什么问题找江景年或者是白叔，然后陆续出门。江景年当然是100个不乐意，也没给我什么好脸色，说的好像他很闲一样。他也是有正事要干的好吧，哪里有功夫来照看一个吉祥物？陈哥呀，你最好哪也别去，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有什么事儿也别问我，我的时间很宝贵。我无辜道，可是爸妈让你保护我。江景年故意说道，保护你？都多大了还需要人保护？我了然的点点头。那好吧，我自己转转就行，你不用管我。江景年没好气道，都说了让你在房间里乖乖待着，瞎晃悠什么？我说，你都不陪我，我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江景年冷笑，还真想要我陪你，就不怕我弄死你？这样我就是爸妈唯一的儿子了。我露出来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爸妈都放心把我交给你，我有什么好怕的？他的眼神微凝，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一眼。你倒是没有我想象中的蠢，可惜没用。说罢也不管我什么反应，直接转身离开了。我目送他的背影若有所思，倒是也没闲着。简单熟悉了一下江宅的布局之后，就找白叔了解关于江家的信息，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闭眼小憩，脑海中回想着白叔说的那些话，思绪翻飞。江氏集团是最大的财阀世家，全球资产超过100万亿，横跨航运、地产、金融、科技、医疗等多个领域，甚至还涉及部分灰色地带产业。家族内部称之为暗线。总的来说，黑白两道通吃。我的老爸江思明就是江家第3代掌权人，江氏集团董事长，鼎鼎大名的商业奇才。妈妈柳红是现任江氏集团 CEO， 同样也是财阀家族的大小姐。夫妻俩联手掌控集团核心，令人忌惮。3个姐姐同样也是人中龙凤，各长一育。精心培养的江景年掌握高明的交际手段，给家族带来了巨大利益。还有一个常年住国外的小叔江恒远，掌管海外业务，性子洒脱不羁，对家族权力没什么兴趣。这么一看，整个江家还真就只有我一个废物，怎么办？压力有点大呢。我睁开眼睛，随意翻了下手机，查看京都的论坛，最新且最爆的消息就是关于我的江家嫡系大少爷回归，在上流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似乎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盯着江家，盯着我，尤其想看我跟江景年的笑话。毕竟在我回来之前，江景年
年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几乎是圈内最耀眼的存在。但是现在甄少爷现身，怎么可能不引起一波明争暗斗呢？偏偏我还是个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因为血脉压了江景年一头，众人也十分关注江家人对我们二人的态度。对于不少家族来说，我是一个机会，一个极好的突破口。相对于江景年来说容易多了。同样备受瞩目的还有苏家，苏家与江家分庭抗礼，同为京都百年世家顶级财阀，只是相对低调一些，在名誉和声望上低于江家一头。若说江氏集团以航运和岸线为核心发展，那苏氏集团采用的就是科技加金融的商业模式，两家的关系时好时差。到了这一代，为了利益最大化，家族决定联姻。可惜苏家子嗣单薄，嫡系的孩子都是女孩，所以当我一出生确定是男孩时，两家人立马敲定了这桩婚事。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心生忌惮，看不得两家强强联手，于是设计暴走我以破坏联姻。所以江家不得不另想办法。在苦寻亲生儿子无果后，经过层层筛选收养了江景年。江景年也十分争气，这些年来苏家算是认可了这个未来女婿，但是现在杀出来一个我，一切都不一样了。这姻还连吗？谁来连？无论是怎样的结果，必然会引起一波利益大动荡。一阵不合时宜的电话铃声响起，只扫了一眼，我就知道这是昨天被我拉黑的那个人打来的，于是就点进软件把他从黑名单上放了出来，发了一个问号。天才大聪明立刻发消息：老大，你们家的那位联姻对象已经连夜赶回国了。就在昨天你回江家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兄弟们都还没有脱单，你可千万不能先结婚了，让你那位养弟顶上去呗。我回复：皮痒了，都敢管到我头上了。两人还没聊完，房门就被敲响。我关闭手机，慢慢朝门边走过去，一打开门，看到的就是江景年那张脸。我居然一改昨天拘谨的态度，开口怼他：不是很忙吗？还有空来找我？江景年微微有些愣神，很快又没好气地说道：你以为我想来，还不是家里来贵客了，点名要见你呢。我愣了一下，贵客是谁？咱们的三叔公江山石。说完便转身，也不管我有没有跟上。我似乎还隐约听到了他的一句暗骂：晦气的东西，还要浪费本少爷的时间。这骂的是我，不对，江景年一开始就没打算管我，准备去做他的事情，现在主动折返过来，所以骂的应该是一楼的那位贵客。结合我了解到的信息，江景年对那位三叔公这个态度似乎也不奇怪，他点名要见我，怕是来者不善的。我突然来了兴趣，快步跟上去。到了一楼主厅，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老者，60、70岁的模样，看似儒雅，实则暗藏杀机。在我面前表现的骄纵乖戾的江景年，此刻却规规矩矩地坐在江山石对面，甚至还隐隐透露着几分恭顺，仿佛刚刚在楼上骂人的根本不是他。三叔公，您今儿个怎么得空过来走一趟，也不提前通知一声？爸妈和姐姐他们都不在。但实际笑不达眼底，江山石嘴角咧开一抹弧度。大侄孙子瞧你说的，哦不，现在你是二侄孙子了。说到这又有些懊悔的改口，继续说：大侄孙子昨天刚回到江家，我这个做长辈的，即便是再忙，也该来送点见面礼不是？怎么，你哥还没下来呢？江景年笑得有些僵硬，很快调整好。他估计还要磨蹭好久呢，到底是在外面养大的，没什么规矩。三叔公语气不善：你身为弟弟，怎么能这么编排自己的哥哥？要知道，你锦衣玉食的生活原本是属于他的，现在更应该多引导他才是。这句话说的就像是真心实意为我着想一般，亦或是早就知道了我站在不远处，故意说给我听的。江景年皱了皱眉：三叔公，你以前不是最疼我了吗？现在竟也开始教训我了。江山石哈哈大笑：你呀，昨儿个就听说你跟家里闹别扭了，今天气还没消吗？江景年皮笑肉不笑：三叔公消息还怪灵通的呢，这就被您知道了。这时候我也慢慢走到了他们面前，并且对着江山石喊了一声：三叔公好。他面对我时骤然露出了一抹和蔼的笑容，眼底的算计几乎要溢出来。好孩子，站着干什么？到三叔公旁边来坐。可惜现在的我根本不敢和他对视，只是规规矩矩的低着头，只有江景年看得清楚，脸色也渐渐冷了下来。你耳朵聋了吗？三叔公跟你说话听不见，半天都不知道动一下，别站那眼。江山石不悦地斥他：景年别这样说你哥。我被呵斥了一声，赶紧按照江山石的话，准备坐到他旁边沙发的空位上，但是下一秒又听见江景年开口：站住，长幼有别，三叔公客气一下让你坐过去，你还真敢啊？还不快到我这边来？那副颐指气使的模样，实在是让江山石看不下去。好了，在我面前哪需要讲究那么多？阿晨是吧？随便坐。最终我还是坐到了江景年旁边。江山石说：我今天特地给你带了礼物，庆祝你回家，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也该多往来走动。江山石的话音落，他身后的人就捧着一个盒子递到我面前，我小心接过。谢谢三叔公。江景年盯着那个盒子弯了弯唇：这么大一个盒子，一定很贵重吧？陈哥不打开看看吧？我刚刚做事要打开，江山石就开口了：慢着，不如你晚点拿到房间里再打开，保留点惊喜感。江景年的眸子闪了闪，然后立即吩咐赵姨：快帮大少爷把礼物拿上去放好。赵姨动作很快：好的，二少爷。三人又聊了些有的没的，然后江山石扬起笑脸：好了，人也看了，礼物也送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还有事。他慢慢站起身往门口走去，但是脚步突然一顿，回过头来，脸上依旧挂着笑意：阿晨小子不打算送三叔公。眼看着我就要行动，江景年率先走到江山石身边：三叔公他不懂规矩，还是我来吧。江山石说：主要突然想到我后备箱还有一件东西特别适合他，想让他顺道跟我去拿。江景年也笑着：我去帮他取回来也是一样的，怎么三叔公还怕我抢了他的礼物不成？江山石只好说：既然这样，那就走吧。江景年一路将江山石送出去，我有些好奇，就在后面远远的跟着。走到一半，我突然察觉到一丝异样，似乎后面有什么声音，但我仍不动声色的继续往前走。
毕竟在这个家里，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少爷，那股致命的威胁感愈发逼近，连我都不由得浑身紧绷了起来。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有什么利器朝我后脑勺疾驰而来。千钧一发之际，一块木板从我右侧飞来，并且贴着我后背划过，将暗器挡下。我闻声回头，就见一只体型巨大的混血狼犬紧跟着从我身后掠过，而它去的方向似乎也窜过一道黑影。没等我细想，白县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一脸歉意站在了我面前。抱歉大少爷，我刚刚正在训练旺财，不知道您在这里，差点误伤，请大少爷恕罪。我愣了一下，问：旺财是刚刚那只狼狗？还怪有反差感的。白县城平静回答：大少爷看见旺财竟然丝毫不惧怕，换作是京都其他大少爷早就吓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听到了一阵不合时宜的声响，属于男人的凄厉的惨叫声格外刺耳。我好奇地开口询问：白叔那边是什么声音？还朝那个方向探头望了两眼。白县城不动声色地挡住我的视线，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应该是佣人们在陪旺财训练。我能过去看看吗？白叔说下次吧，现在二少爷应该已经拿好了礼物，准备回来找您了。我面露惊讶，白叔刚才明明不在场，竟也知道得这么清楚。白县城面色一僵，不过很快恢复正常。我听赵姨说的。好吧，那白叔跟我一起去吗？白叔摇摇头，不了大少爷，我还要去陪旺财训练。我点了点头，转身继续往前走。白县城看着我的背影，暗暗松了口气，然后眼神立马狠厉起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我没走几步就碰到了折返的江景年，他手上空空如也。我故作震惊：景年，三叔公说要给我的礼物呢，你不会真私吞了吧？他没忍住翻了个白眼，以我的身份想要什么没有，还会惦记你这点东西。我朝他伸手，那我的礼物呢？那老家伙说是记差了，根本没放进后备箱，让我白跑一趟。怕是故意想要引我过去吧？那老不死的心思脏得很，谁都不知道他下一秒会搞出什么事情来。我被他打了也不恼，那还真遗憾。江景年不耐烦地说：行了，没事就回房去，别在外面瞎晃悠。送走了那尊瘟神，他也该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了。我不解反问：这里不是家吗？为什么叫外面？我走走也不行吗？江景年说了一些没头没脑的话。暂时还不行，家里好多地方都还没清理出来，什么虫蚁蛇鼠都有。之前爸妈是不在意，既然你回来了，那么某些东西就不能留。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好吧。于是我老老实实回房间去了。这时候的赵姨还在我门口守着。赵姨，你一直都在这没动吗？赵姨点点头。是的，我在等大少爷回来。既然是连楼都没下，而始终待在外面的白叔，又是从哪里听到消息的呢？我朝他挥挥手，示意他下去。等我干什么？没事，既然放好了那份礼物，你直接去忙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走进房间，端起桌上的盒子仔细检查起来，有被开过的痕迹。再打开看，里面是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没什么其他的异样，或许是被赵姨清理过了。江家的人还都挺谨慎。我将手表戴上，欣赏了一番。值钱的东西谁不喜欢呢？江山石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冷着脸，尤其是回到他的别墅之后，心腹们齐刷刷跪了一地。今天的3个方案没一个成功，还折损了2-3个人手，被主家抓到了把柄。江山石端坐在书桌前，好半晌他才喃喃一句：打草惊蛇，后面再想对江辰下手可就难了。心腹们一直跪着，腿都麻了，没人敢接话。江山石道：江景年那臭小子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一次次坏我好事。其实比起我，江山石更想要弄死的是江景年。想当初他刚被接到江家那会儿，一副不谙世事的小屁孩模样，是个好掌控的。于是他花了3年时间取得了他的信任，而后的10年一直比较顺利。就当他想把江景年彻底转化成为自己手中的傀儡，对江家发难的时候，却被他狠狠地上了一课。他老谋深算多年，第一次看走了眼，这臭小子是个妥妥白切黑，他竟被他耍得团团转。现如今的我，他不能再错过了。江山石朝地上的一群人抬了抬手，一人说一个点子，我们下次该怎么做？有人弱弱地提了一嘴：只针对江辰少爷吗？还是连江景年一起？江山石说：一起。真假千金，总有一个要站不住脚的。从他们现在的关系来看，离间他们不难，尤其是江辰可没有江景年那么聪明。晚饭时，刚工作回来的老爸5人从江景年嘴里得知今天白天发生的事情后，脸色都是一沉，饭桌上的气氛格外凝重。看来我们以后都要留一个人在他身边陪着。今天是那老匹夫，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牛马蛇神，都要来沾阿晨的边。我们也不可能时时刻刻跟着他。江景年的神情最平淡，把咱们的人手调回来呗，贴身保护就好了。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还是得让他适应我们的生活节奏。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我睡了个午觉，所以下来的时候迟了些。我挨个跟他们打招呼，然后落座。爸妈、姐姐、景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们在聊什么呀？老妈问我。没什么，在家里住的可还习惯。我特地看了一眼江景年，很好，景年对我也很好。就见江景年冷哼一声，别过头去，懒得看我。老妈点点头，那就好。你跟你景年都是同龄的，有什么事情更方便交流一些，我们也会让他在各个方面多带带你。江景年打断老妈的话，不满道：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多忙，还要加派任务给我。老妈皱眉道：这都是你应该做的，多照顾你哥哥怎么了？江清冉对他：就是这点事情还推3阻4的，你
还是不是江家人了。江景年说：“有你什么事儿？你也是江家人，你怎么不天天照看他？”江清冉双手一摊：“我当然乐意，但是我混娱乐圈那个大染缸，你问问爸妈，舍得让我带几年暴露在镜头下不？再说了，我1个月都难得回来一次，确实不方便。”江清瑶推推眼镜：“我整日在医院和研究院穿梭，他跟着我受不住。”江清雪也紧跟着开口：“阿晨愿意跟着我也行，就是工作量太大，会很辛苦。”一家之主老爸发话了：“就是阿晨跟着你是最好的，有空的时候也带着他慢慢融入你的圈子里去，不能让他被人欺负了，护着点你哥知道不？”江景年不情不愿地哦了一声，一家人陆陆续续开始埋头吃饭，吃到一半就听老妈试探性地对我说：“对了，阿晨，你以前在国外上过学吗？”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没有系统学习过，也没进过学校，但是我有不少的老师，基本知识应该都掌握了吧。江家人闻言面面相觑，老妈紧接着问：“那阿晨想不想上京都最顶尖的贵族学院呢？任务不重，主要是交际和玩乐的，看你心意，不去也没关系。”他们家有一个江景年足够了，我如果想要躺平是完全没问题的。我问：“景年也在贵族学院吗？”老妈解释说：“他呀只是挂了个名字，经常是不去的，学院已经教不了他什么了。”江景年这时候抬起头，语气淡淡的：“偶尔去主持大局而已，那些少爷小姐斗得厉害。”这话无疑是赤裸裸的炫耀了，一听就知道他在其中的地位。我摇头：“既然景年不去，那我也不去。”江景年瞪着我：“怎么，你这才刚回来就要跟我比了？”老妈咳嗽一声，直接引出关键话题：“好了好了，那就这么定了。阿晨不想去就不去。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放下筷子：“妈妈，你说。”老妈欲言又止：“就是咱们家10几年前是和苏家有婚约的，现如今你们都到了合适的年纪，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该履行婚约了。本来这个婚约就是为你和苏家那丫头定下的，后来落到了景年头上，但现在你回来了，我们可能还得商量一下。”说句心里话，他们并不舍得让我现在就结婚，我才回来没多久，还没来得及跟他们培养感情呢。我开口道：“爸妈婚约你们不用纠结的，这早就是景年的婚姻了，我肯定不会跟他抢。你们从小就把他当做真正的江家少爷，精心培养，他也足够优秀。苏家更是满意他这个未来女婿，我怎么能夺人所好？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到时候怕是会丢了家族的脸面，即便是和苏家结婚也难当大人。”江家人再次面面相觑，欲言又止，江景年差点没摔了筷子：“乱说什么？谁满意了？这婚事本来就是你的，可不要安在我头上，我不要。”老爸和老妈有些尴尬地看着我：“阿晨别介意，景年他脾气就这样。”我愣住了，我分析的不对吗？江景年居然还不想娶苏家小公主，即便苏家是什么豺狼窝，以他的性子和手段，应对起来也是信手拈来吧？我问：“这是什么情况？”老妈解释道：“景年他对那苏家丫头没想法，所以联姻可能还是得看你的意思。当然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的话，我们想办法退婚也是可以的。”江景年又要闹了：“当初我说不想娶的时候，你们可没有这样安慰过我，还说不是偏心。”我试探地问：“退婚的话对家族影响很大吗？”其实我十分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我还是装作不知道。江景年很快接话：“废话，两家联姻作废，而且还是我们江家违约的话，说不定多年的合作都得土崩瓦解，损失不可估量。”我又看向其他人：“是这样的吗？”就见我的爸妈和姐姐们齐刷刷点头。虽然他们并不想逼着景年联姻，但是这确实事关重大，不是任性就可以解决的。我没有表达自己愿意或者是不愿意，而是将视线落在江景年身上。景年为什么不喜欢苏家小姐？江景年轻哼一声，嘴角勾起一抹傲娇的弧度：“我这个人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极度慕强。苏家的那个女的，不是我说话难听，但我的确看不上她。”江家人听到他这番话，都觉得见怪不怪了，只求他在外面的时候别这么大言不惭就行。我轻轻挑眉：“不会吧？为什么这样说？”江景年笑了：“苏家掌权人膝下有2个女儿，一个是长女苏婉柔，圈内贵族们给苏家面子，尊称她一句小公主，但背地里的嘲笑和奚落可不少。她也丝毫没让大家失望。京都圈出了名的女二世祖，招猫逗狗样样精通，更是有夜场撒旦之称，玩得不知道有多花。她13岁时就拥有27辆限量超跑，每天都要纠结开哪一辆，直接雇人把车库改成旋转展台，结果系统故障撞毁7、8辆，全京都的保险公司都拉黑了她。14岁嫌自家飞机太过商务，请街头艺术家机身上喷满黑白骷髅，导致苏家主在重要会议前被迫换成民航头等舱。15岁被罚跪祠堂，结果在祖宗牌位前摆了一排手办，美其名曰给老祖宗解闷。苏家主动截他所有账户，他转头把自己家族黑掉，卖给八卦杂志换零花钱。18岁时被逼旁听集团会议时，用蓝牙音箱播放恭喜发财，干扰财报汇报，被剥夺继承权1个月。19岁时自主创业，拿苏家主给他的资金开夜店，取名苏家坟，请道士在开业时做法事，声称专克江思明的风水，结果因无证经营被查封。直到20岁时，苏家实在是受不了，把他送出了国，到现在应该有3、4年了吧，听说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我还有一堆苏家小公主的光荣事迹，陈哥还想听吗？江景年说完后，依旧笑意盈盈地看着我，我嘴角略微抽搐。这苏家大小姐确实是个人才，那既然是有2个女儿，大女儿这么不堪，为什么不把2女儿定为继承人，
苏家二小姐苏清寒先天体弱多病，且对继承权毫无兴趣，事事以她姐姐为重，经常帮忙处理烂摊子。摊上这么个姐姐也是个倒霉的。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听江景年这么一说，江家人也觉得这门婚事是个大火坑。老妈说：“阿晨、景年，你们再给爸妈一点时间，我们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退了这门婚事。”我乖乖点头。好的。然后又有些好奇地看向江清雪：“我和景年的婚事先放着不谈，大姐呢？未来姐夫有着落了吗？”她象征性咳嗽一声：“有联姻对象。”我挑挑眉问：“儿又是联姻？这么说，不是大姐真心喜欢的人喽？”江清雪很平静：“生在江家，身不由己罢了。相较于感情，她更喜欢利益。”我继续问：“那二姐呢？”江清瑶声音冷冷的，看着就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我喜欢一个人。我继续说：“三姐。”我话还没说完就被江清然打断：“阿晨啊，让我们这一行是万万不能谈恋爱的，而且前头还有大姐二姐顶着，我急什么？”度过了相安无事。我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发现一大家子人已经没有了踪影，只能偶尔看见佣人们各忙各的。赵姨，景年也不在家吗？赵姨对我说：“回大少爷，二少爷正在洗澡，晚点准备出门。”我不高兴了，他要去哪？居然不带我去，昨天还说好了要照顾我的呢。赵姨还没来得及回答，江景年房间的门就被猛地打开。你说话能再大点声吗？我在房间里都听见了。此刻的他已经全副武装，收拾好了自己，好整以暇地看着我。我要去的可不是普通场合，你真想去也不是不可以，但到时候要是给我丢脸的话，哼哈。我求助地看向赵姨。赵姨，你看，景年他果然嫌弃我了，我还是去找爸妈和姐姐们吧。江景年怒道：“怎么还学人家小孩告状呢？你什么语气？说的好像我欺负你一样。”江景年轻轻踹了一脚房门：“去，到时候被欺负哭了可别找我。”他撂下这句话就出了门。我微不可察地勾了勾唇，跟着江景年高调出门，前后都跟着好几辆保镖车，排场极大，路人见了只敢永远羡慕地望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行驶到京都北部云起山顶的进宫庄园，这里是江家的私产之一。在江景年18岁成人礼的时候，老爸和老妈把他送给了他，以后这个地方就作为豪门少爷小姐们娱乐和聚会的地方，一般人是绝对没有资格进去的。江景年一到场，庄园所有人停下手头工作，全部聚集到门口迎接他。我跟着他风风光光地到达了鎏金前厅，因为江景年是主家，所以来得比较早。这会儿还没什么宾客到场。江景年冷哼一声：“怎么看呆了？等会儿可千万别给我丢人。”他一步步往内走去，时不时指点侍者调整布局。我静静跟在后面，跟着江景年从鎏金前厅。听说这里是资源置换区，具体怎么操作我还不清楚。然后被江景年带入休息室。你先在这里等我，等到人齐了聚会开始，我再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我点头。好。临走前，江景年还特地留了几个佣人守在这个休息室外面，避免有不长眼的东西闯进来冲撞了我，然后才着手去安排宴会事宜。这次的聚会12点开始，后面还有不少娱乐项目，够这群少爷小姐玩的了。尤其是晚上还有假面舞会，虽然江景年本人一般是不参与的，在京都排得上号的豪门家族，少说也有20-30家，他们基本上都知道江家真正的大少爷回归的消息，都上赶着吃瓜。今天一定会特别热闹。即将到12点的时候，人基本上都来齐了，他们3-5成群的聚集在一起。不过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明里暗里都在将我和江景年做对比，更多的就是好奇，我这个从小流落在外的江家血脉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子。当看见江景年现身的时候，平日里与他交好的那几个直接围了上去，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景年，你今天穿的太帅了吧？还是我们江家大少爷气质卓绝，别说被接回来的那位，就算是我们也难比的很。那位可是货真价实的江家大少爷，是不是该改口了？改什么口？在我们心里只有景年才是大少爷。对了，景年，你家那位怎么没来呀？不打算带他出来见见世面，也好让他见识一下你的排场。有些东西，即便是他回来了，也是抢不走的。听说还是贫民窟出来的，拿什么跟你比？江景年静静地站在人群中，嘴边挂着浅浅的笑意，既不接话也不反驳。他什么样子，你们很快就能见到了。一句话说得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他的真实想法。在场的众人更加感兴趣起来。在即将开宴时，江景年吩咐庄园负责人把我请过来，他们都在等着这一刻，也不着急开宴，全都朝门口望过去。还没过几分钟，就有人抱怨道：“怎么那么慢啊？不会是不敢来了吧？这人从哪路请过来的，需要走那么久？还没开始就拿巧了，我们的时间宝贵的很，要不还是别等他了，直接开始吧。”偏偏就是这个时候，有侍者来汇报了：“各位少爷小姐们稍安勿躁，江晨少爷已经到了。”众人纷纷来了精神，朝门口望去，有些甚至都已经想好了奚落的话了。就见一道高大的身影走来，但我出现之后，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无数道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我宽肩窄腰大长腿，朝着江景年所在的方位走去，气势竟丝毫不输在场所有人。现场寂静的可怕，他们的反应在江景年的意料之中，只是浅浅的挑了一下眉，直到走到他旁边，我才淡淡开口：“你们好，我是江晨。”全场哗然，众人的惊叹声此起彼伏。没想到我这位江家大少爷和他们想象中的相差甚大，即便是心高气傲的他们，也不由得为之惊艳。不少人暗地里目光都在我和宋景年身上来回扫视，不是说二人不和吗？不像啊。同时他们也想看看被抢了风头的江景年此刻到底是什么态度。景年，你吱个声啊，这位真是你哥哥。江景年轻轻颔首，还是那副高傲的神态，如假包换。我主动开口：“景年，不打算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朋友们吗？”
江景年冷哼一声：“他们不就在哪儿吗？我懒，你自己问去。”众人对视一眼，看来江景年确实不怎么待见我。不过江家大少爷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不少人主动凑上来跟我结交，多数豪门少爷围在江景年身边，看着中间众星捧月的我，为他打抱不平。景年，你就这么看着他抢了你的风头？要知道你才是江家精心栽培的人。今年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等会儿必定让他出丑。江景年脸上没什么表情，朝他们摆了摆手：“不过是多了一个人而已，你们玩自己的，一切照旧。”但总归是有那么一两个爱找茬的。陈家的少爷突然开口：“我说江大少爷，我不应该是江二少爷了，你怎么还一副主人家的做派呢？这进宫可是江家主送给江家大少爷的，现在人家正主来了，你不该挪位置吗？”陈氏集团在京都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平日里也是他最爱跟江景年叫板，这会儿抓到一个大好机会，他可不会放过。江景年本人则是淡定的很：“要是陈哥能接得住，我让出这进宫也无妨。”这句话中多多少少带了几分轻视和嘲讽，在场众人也不由得笑了起来。我也跟着说：“即便是让给我，我什么也不懂能经营的好吗？既是几年的东西，我还不至于夺人所好。”陈少爷见我没顺着他的话说，暗骂我不识好歹，我嘴角始终挂着浅笑，满不在意的样子。陈少爷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江景年说：“你们先玩。”说完率先离开了主宴厅，到了旁边的片场，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不少人跟上他的脚步，剩下的则是继续留在我身边，企图从我身上探出一点消息。我也拒绝了这些少爷小姐们的邀请，不好意思失陪一下，你们先玩。然后也往人少的地方去了。我避开了人群，准备自己去吃点东西。但是在穿过暗廊之后，迎面碰上了一个女人，我不由得多看了她两眼，一张漂亮的脸仿佛被上帝亲手捏过，骨相极佳，不修边幅却意外的好看。走路带风，嚣张至极。我似乎知道这会是谁了，鼎鼎大名的金圈纨绔啊，不对，小公主。看来她确实从国外回来了，不过刚刚在主厅没有看到她的身影，而且以江景年的性子，肯定也不会邀请她，所以她是自己偷偷混进来的。能混进进宫也算有点本事。我并不想跟她有过多牵扯，仅仅多停留了2秒，就准备绕过她，但是苏婉柔却突然伸手拦住了我，说出来的话更是十分的不着调。小帅哥，你刚刚多看了我2眼，是不是暗恋我？我满脸黑线，果然如传言中那般，白瞎了这么好一副容貌和嗓音。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暗恋什么？我硬是忍住了没有赏他一个白眼。苏婉柔笑着说：“别狡辩了，我明白的，没有人能在我极致的魅力下幸免于难。”我懒得这种人掰扯，干脆直接转身离开，朝另一个方向走。苏婉柔死皮赖脸的跟了上来：“哎，你去哪儿啊？我们还没聊完呢。”好在没人注意到这边的动静。小哥哥，你是哪家的呀？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我被他跟烦了，回头瞪他一眼：“你又是哪家的？我怎么没见过你？”苏婉柔说：“我当然是你家的，你忘记了？”我冷漠道：“好好说话，你到底哪里冒出来的？刚刚开宴的时候你可不在。”苏婉柔故作无奈地摊了摊手，语气凝重起来：“好吧，我摊牌了，其实我是江景年少爷请来陪酒的女魔。”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这家伙是真的不把自己的名声当回事啊！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再说了，江景年点女魔，他这样败坏他的清誉就不怕被打死？也难怪他看不上这苏婉柔。苏婉柔突然朝我靠近：“怎么你不相信吗？不信的话，你可以亲自体验一下的。”我忍无可忍，一把推开他：“滚远点！”奈何被他躲过了。我有些小惊讶，不过也只是一瞬，毕竟我没使出什么力气。苏婉柔耸肩：“怎么帅哥都这么凶残？”我抓住了重点：“哦，你说的还有谁？”苏婉柔说：“当然是大名鼎鼎的江景年少爷呗，凶悍的很。”苏婉柔又趁机靠近我，悄悄对我说了一句：“因为我亲眼瞧见他杀人了，手段异常恐怖。”我轻轻勾起了唇角：“是吗？”苏婉柔问：“你还不信？那我没办法了，当时没敢录像。”我问他：“那他请你来，你怎么还同意了？不怕他杀你灭口？”苏婉柔耸耸肩：“这个也没办法，他给的实在太多了。”我简直无语，还给他装上瘾了是吧？那就找你的景年少爷去，别缠着我。苏婉柔嘴里说着害怕的话，脸上却笑嘻嘻的：“不，他那样的我可不敢要，谁嫁过去谁倒霉。”我也跟着他笑，然后抬手指了指他身后：“在你身后呢。”苏婉柔浑身一个激灵，猛然对上江景年那张牛脸，立马闪身窜到我身后去。吓死姑奶奶了！还是小哥哥你人帅心善，不然我必定小命不保。我跟他拉开距离，看向江景年：“我不认识这个人，话都是他说的，还自称是你请来的女魔。”苏婉柔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出卖我？”我却面无表情。江景年眼神在我们之间来回扫视，周身的气势更冷了。能请到堂堂苏家大小姐来当女魔，确实是我的荣幸。刚好这时看热闹的众人全都围了过来，猝不及防地听见这句惊骇世俗的话，全场听取蛙声一片。我靠，我听到了什么？苏家小公主来了，这几年她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一群人叽叽喳喳的，直接将这里变成了菜市场。我更是越听越无语。江景年威慑力十足地发话了：“都闭嘴！”他紧接着看向苏婉柔，眼神中是毫不掩饰的嫌弃：“苏大小姐不请自来，这次我就不计较了。不过希望你可以离江晨远点，以及离我们江家人远点。”说完这句话，他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苏婉柔语出惊人，就是偏要呛江景年。那可不行，我们2家不是还有婚约的吗？快要到履行的日子了。在场的少爷小姐们更是来劲，一个个卯足了力气准备近距离吃瓜。江景年皱眉死死盯着他：“你不是一身反果，一开始就反对这门婚事吗？还特地逃婚逃到国外去？”苏婉柔切了一声：“嫁给你我当然不乐意啊！这不是听说你们江家真正的大少爷回来了，我来瞧瞧我未来老公。”江景年翻着白眼：“
那你现在见着了怎么说？苏婉柔笑嘻嘻地凑到我身边，特别满意。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已经深陷爱河，在场的人都挺替她尴尬的，我也跟着问：你早就知道我是谁？苏婉柔点点头。对呀，我说我明明没有告诉你我的身份，你怎么一眼就知道是我？我的信息，尤其是照片，从来没有公布过。苏婉柔像模像样的朝我鞠了一躬，谢谢未来老公把我想得这么聪明。我真的好久没这么无语过了，周围都是起哄的，偏偏苏婉柔还好死不死的对江景年开口：二少爷，对于我和江大少爷的婚事，你一定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对吧？只见江景年的脸上扬起笑容，并且愈发灿烂。当然没有，然后表演了一个瞬间变脸。来人，把这货给我扫地出门。我在旁边赞同的点点头。苏婉柔惊呼：不是你咋这样？话还没说完就被进宫的保镖轰出去了。金圈小公主的笑料又增加一个，剩下的少爷小姐面面相觑，暗自憋笑。进宫门口，苏婉柔的手下已经等候多时了，看见自家小姐被扫地出门，丝毫不觉得意外，反而甚是欣慰。大小姐不愧是出国进修了3年，这次居然足足在里面待了10分钟。苏婉柔上前给了她一脚。不会夸就不要硬夸，滚蛋！进宫内的尴尬还在继续，所有人看着我和江景年欲言又止。江大少爷手段还真是高明，初来乍到就把苏大小姐的心给勾走了，连景年的未婚妻都要抢，真不要脸。有人站出来给江景年打抱不平，在他们眼里，江景年和苏婉柔才算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反问：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抢苏婉柔了？那人瞪着我：你还狡辩？要是你对他真的没有任何心思，他又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我被气笑了。那么依你之见，我应该怎么做？那人信誓旦旦地说：你就应该避嫌，离他远远的，甚至不该出现在这种场合。我们的圈子不是你硬挤就能挤进来的。我冷漠地开口：这个圈子，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都能进来，我堂堂江家大少爷怎么就不能？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开口说话的那位少爷，家族实力还算雄厚，之前也有传言说他妈是小3上位，但消息都被压了下去，知情人也都默不作声。现在被我当众点破，大家都在看笑话。江景年眼神中再次闪过一抹震惊，众人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就见我继续开口：景年都还没说什么，你却这么着急？要我说啊，真正觊觎苏家小公主的是你吧？那位少爷的面容这会儿显得有些扭曲，他似乎恼羞成怒，口不择言了。你胡说，江家怎么生出了你这么个东西？哦，不对，你本来就是贫民窟出来的，说不定就是个野种呢，居然还敢智慧我的身份。那位少爷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江景年打断。江景年笑着朝他勾勾手，示意他过去。过来。他以为是他刚刚的发言深得他意，要被夸赞了，于是赶紧凑上前去想要邀功，但是下一秒就被一巴掌狠狠甩在脸上。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敢拿我们江家说事？我搭了一句枪。就是那位少爷懵了，在场大多数人也懵了，因为江景年在公众场合都是一副绅士的模样，很少当着众人的面发火，尤其这次还是为了我，说好的水火不容呢。那位少爷捂着自己的脸：景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针对他而已，没有想诋毁江家。他还是第一次出这么大的丑，即便是心底愤恨无比，但他也没胆子跟江景年叫板。江景年的笑意更深：看你现在的状态，也不太方便参加接下来的活动了，不妨回去好好休养休养。来人，请这位少爷出去。这算是委婉的下逐客令了。那位少爷彻底傻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要是让家里人知道他把圈子里最非骂死他不可。进宫的人动作很快，生拉硬拽把人给弄走了。众人再转过头来，看着站在江景年身边有些嚣张的我，都唏嘘不已。陈少爷十分不满地切了一声：到底是自己的地盘，威风耍的就是爽。然后转身去别处了。其他人见状也都嘻嘻哈哈地散开，留下江景年和我小眼瞪小眼。江景年蹙着眉头：你怎么就惹上他了？不知道啊。我摊摊手，一脸无奈。走着走着他就粘上来了。江景年也没多说什么，嘱咐我一句自己看着玩，不要乱跑，然后就走了。我站在原地思索了一会儿，就悄悄跟了上去。江景年作为主人家，怎么也朝人少的地方走呢？说不定有什么猫腻。江景年2分钟就走到了水雾花园，并且遣退了周围所有的工作人员，交代他们有任何动静立马过来汇报。我始终把握好距离，不远不近的跟着，至少江景年本人没察觉。又过了半分钟，一个令我意外的人出现在江景年面前，两人很快交谈起来。为了听清楚他们的谈话内容，我凑近了几步，将自己的身形隐在一根长柱背后，距离他们只有10米左右，再加上我听觉比较敏锐，这个距离听得格外清楚。江景年问：他们带来的东西都整理清楚了吗？白县城递了几份资料给他，全在这了，有用的只有吴家和刘家2位少爷提供的，可以纳入我们的交易范围。我内心思索着，东西是什么时候提供的？难道每个人从一开始进来，穿过暗廊时就必须提供点什么东西？所以这些少爷小姐平日里的聚会，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娱乐。江景年随意的翻了几眼，目光冷冽：上次让你盯着的那4个，没给出诚意，再去敲打一下，最后一次机会，否则直接列入黑账本之中。这个我倒是有所耳闻，听说黑账本是江家专门用来记录对家族有威胁的人的黑料，亦或是政商勾结的证据。总的来说，拿捏了不少人的命门。现在看来，黑账本的管理者是江景年。白叔作为家族管家，居然会单独听命于他。白叔说：可以在
等等，毕竟都只是一些酒囊饭袋，怎么能跟二少爷您的办事效率相比？江景年勾了勾唇，不置可否。哦，对了，关于今天来这儿的那些少爷小姐的身份，你都跟陈哥提过了？只提了苏家。江景年眼神一凝，那就奇怪了，他初来乍到，能接触的也只有我们江家人，又是从哪里得到的信息呢？或许我们都小看大少爷了，他可能并没有表面上看着的那么简单，至少他的心性非比寻常。这是白叔的真心话，他看人的直觉一向很准。我的过往还是空白一片，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查到，这才是江景年最疑惑的一点。白县城犹豫了一下，开口：要不然直接问大少爷看看呢？江景年说：他才回到江家，未必会信任我们，而且爸妈和姐姐们主要是害怕勾起他不好的回忆。算了，他的事先放一边。暗处的我挑了挑眉，想查我等着被他们查到真相的那一天，看看我的家人们到底还有多少底牌。江景年继续说：这点资料完全不够，白叔你继续带人去守着，今天他们要是不多吐点东西出来，可走不出这进宫的大门。至于提前被赶出去的那2个，算他们好运。见他们的对话即将结束，我先一步离开，然后就被一群人簇拥到了中间，七嘴八舌地询问起关于我的事情，打探家人对我的态度。江景年过来之后看到的就是这一幕，在跟我眼神对上的时候，又冷哼一声，扭过头去别处玩了。不过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他又在跟进宫负责人聊着什么。负责人问：少爷，晚上的假面舞会还照常举行吗？这次毕竟有大少爷在场，人多眼杂，我们不一定能第一时间确保他的安全，再加上苏小姐。负责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江景年打断，要是在我的地盘连他都保护不了，那我也没必要在京都混了。负责人立刻说：好的，明白。同样的，在江景年注意不到的地方，一群富二代们正拉着我玩游戏，他们笃定我没见过什么世面，于是打起了想要我出丑的主意，但是他们一次都没能如愿，我总是有各种理由和手段拒绝他们，出洋相的反而是他们。一番吵吵嚷嚷下来，终于引来了江景年，他罕见的再次皱起眉头，我瞬间就移到了他身边。景年，你可算是来了，他们欺负我什么都不懂，最后一场游戏都没有完成。明晃晃的倒打一耙，众人很是无语。江景年瞥了我一眼，然后目光转向众人，既然不想玩，那就都别玩了，去主宴厅坐着吧，有点事情找你们谈谈。后续的事情江景年没带我玩，把我打发到别处待着了，一直到晚上的假面舞会，我又看见了某个人，我随手顺了一个面具。舞会开始后，大家都有了动作之后，随着音乐缓缓步入了舞池，本来只是随意跳跳，我的目光也一直落在其他地方，但是某人却直接凑了上来，搭在我的手上，双人共舞。我问：小公主怎么又混进来了？苏婉柔却答非所问：我连话都还没说，你这就认出来了，还说不是暗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养出他这么厚的脸皮？要不是场合不对，我真想给他2下。苏婉柔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没想到我未来老公这么全能，跳起舞来游刃有余，我就知道外界传言的都是造谣。眼神也始终落在我身上，我挑挑眉：是吗？说不定不是造谣，而是真的呢。我话音刚落，就一脚踩在了他的鞋上。苏婉柔瞬间倒吸一口凉气，然后主动为我找借口：谁还没有个失误的时候呢？我嘴角也勾起一抹笑：是啊，失误一下不是很正常吗？苏婉柔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下一秒又被狠狠踩了一脚。之前那会儿你说看到景年杀人了，怎么个事？说来听听。苏婉柔眼神闪躲：这个啊，我那时候魂都被吓没了，哪里还记得清楚？结果又被我踩了一脚。苏婉柔认怂了：好，大少爷，让我回忆回忆。两人拉扯得正起劲儿，殊不知舞池外，江景年一直在默默注视着我们。舞会出奇顺利地结束了，或许是因为有我的掩护，他难得的没有被发现，终于不是被扫地出门，而是跟随大队伍风风光光地出去了。我和江景年也回到了江家，这会儿老爸老妈以及江家3姐妹已经齐齐坐在沙发上，像是刻意等我们回来。阿晨和景年回来了，今天玩得怎么样？当然这句话主要是问我的，我笑着点头回答：很有意思。他们也欣慰地点点头，示意我坐到他们身边来。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我的过往上，他们什么都查不到，终究是按捺不住好奇和担心，主动开口询问。我只是轻轻微笑含糊过去。要不等以后有机会慢慢说吧，我怕一下说出来你们会接受不了。大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在我说完后的几秒钟时间内，江家人已经脑补了1万种我在贫民窟有可能经历过的悲惨遭遇，甚至觉得内心暖暖的。我都苦了那么多年了，但对他们一点怨恨都没有，反而还为他们考虑，怕他们内疚担心承受不住。多乖的孩子啊！几个人感动的稀里哗啦，又嘘寒问暖了几句，就先让我回房休息了。然后几人看向江景年，重新确认了一遍我口中对于今日聚会的叙述。就见他有点阴阳怪气的开口：陈哥对你们还是不够坦诚呢。几人瞬间坐直。怎么说？江景年说：陈哥和苏家那位似乎关系还不错，晚会的时候都在一起跳舞了，这点他居然没告诉你们。老爸震惊：苏家那丫头已经回来了，还混到了你的地盘去了，怎么也不拦着点。江景年确实有点懊恼，他出国混了3年，长了点本事，我这不是一时间没有拦住吗？居然让他钻了空子。老爸愤愤地说道：那也不能让他凑到你哥旁边去。阿晨太单纯，最容易被这种渣女骗心。江景年说：防不胜防，而且没必要刻意拦着，万一陈哥喜欢呢？两家联姻岂不更上一层楼？江家和苏家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话是这么说，但是江家人还是有点难以接受。老妈继续询问细节：他们怎么会突然凑到一块去？苏婉
婉柔当着众人的面说的，听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江景年把苏婉柔对我的深情表白告诉了他们，全家人都沉着脸，最后还是大姐江清雪开口：“再观望观望，苏家那丫头虽然不高调，但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这么高调的对一个男生说这种话，说不定她确实动了心思。”老妈点点头，也对，还得考察考察他。即便他是苏家未来的继承人，老三你有空的时候多去探探他的口风。江清冉撇嘴：“怎么是我？我也挺忙的。”他并不是很想去跟苏婉柔打交道。一家之主老爸一锤定音，在吃喝玩乐这方面，你不比你大姐在行，这事就这么说定了。顺道还补充了一句：“关乎阿晨和景年的终身大事，仔细着点。”江清冉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知道了。”第二天我起得比较早，这会儿全家人都还在，当然他们也算是刻意等我的，当面告个别，因为他们要出差，至少2-3天才能回来。临走之前多看看我。老妈热情招呼我吃饭，饭桌上气氛格外温馨，聊着聊着就扯到了苏婉柔身上，并且暗戳戳地询问我对她的看法。我蹙起眉头，说话慢吞吞的，全家人紧张地看着我，等候我的下文。而后我猛地对上他们的视线，最后落在江景年身上。他说不喜欢景年，说他太彪悍，他还亲眼看见景年杀人了。话音落，又是如同昨晚一般寂静无比，连一旁的赵姨都默默埋下了头。江景年怒不可遏，该死的敢这么诽谤他！不对，好像也不是诽谤，他是哪次杀人被他看到了不能吧？他还是很少亲自动手的。江家其他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事实。承认吧，就破坏了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还会吓到我；不承认吧，那就只能对我说谎。我暗暗勾了勾唇角，故意挨个问一遍：“爸爸妈妈、大姐、二姐、三姐、景年，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们再次面面相觑，最后齐齐看向江景年，让他这个当事人自己出来解释。江景年接收到家人们的信号，当即一拍桌子，然后猛地站起来：“造谣诽谤！真没想到3年不见，他居然这样诋毁我！陈哥，你不要听他胡言乱语，没准这3年他是去精神病院混去了，他的话当不得真。”我点点头，不得不说苏婉柔有句话说得对，江景年确实有点彪悍，所以江景年当真杀过人，还被苏婉柔抓到把柄了。然后就见他从容落座。陈哥理解就好，我们继续吃饭吧。心怀鬼胎的一家人就这么相安无事的把早饭吃完了。另一边的苏家家主苏爵看苏婉柔哪都不顺眼，就差掀饭桌让他自己滚出去吃。苏爵甚至都还没张口，苏婉柔就噼里啪啦的数了一堆。老头子别整天板着个脸，多倒胃口。还是说你是看见我回来，故意这样想让我吃不下饭，活活饿死？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亲爸呀？还是说你实际上是我后爸？反正都不想吃饭，要不我们麻溜的去做个亲子鉴定。苏爵越想越生气，你说你怎么没死在外面，还要回来碍我的眼？见自己老爹真的要生气了，苏婉柔收敛了许多。我这不是知道你心心念念想要抱外孙，回来帮你实现愿望了吗？此话一出，苏爵愣住了，表情显得有点滑稽。你快别逗了吧，哪家好男人愿意陪你生孩子？就连一旁的苏清寒也抬头看他，眼底是浓浓的质疑。苏婉柔说：“你老人家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和江家不是有婚约在吗？是时候兑现承诺了吧？”苏爵问：“你不是说江家大少爷太强势，嫁过去得当祖宗供着不划算，家里有你一个祖宗就够了吗？咋的？现在不怕人家大少爷打压你了？现在就不担心以后要伺候老公被老公管着了？”不，老爷子，麻烦您严谨一点。我是和江家大少爷有婚约，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是二少爷。这下苏爵又愣了。你的意思是？苏婉柔点头，就是你想的那样。苏爵喃喃道：“我倒是差点忘了，人家江晨才回来你就惦记上了。”苏婉柔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苏爵这会儿是真来了兴致，然后故意逗他：“我看清寒比你靠谱多了，联姻的事情要不还是交给他吧。”苏婉柔急了：“那不行，老头子你别跟我对着干行不行？”苏爵冷哼一声：“反正你别管，等我给你拐一个女婿回来就行。”而我正看着江景年笑。景年今天又只剩下咱俩了，你今天准备忙点什么？江景年问我：“怎么，你想要来给我打下手吗？”我点点头：“也不是不可以。”江景年狐疑地看着我：“你会干什么？”我说：“什么都会一点。”江景年明显不信：“真的假的？”不过想到我这2天的表现，又继续问道：“陈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之前在国外都学了些什么？”我说：“那我学的可杂了，这个不好说。”江景年不高兴了：“你敷衍我！”我连忙岔开话题，指了指一边：“景年，白叔在那边等了挺久了，似乎有事情找你，你确定不过去看看？”江景年回头果然看见了白叔。你眼神还挺好使，不过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是有事情找我？我反问道。不是找你难不成还是找我？而且我刚刚说的是似乎。江景年走后，我自己随处逛了逛，然后就看见有佣人带着旺财在训练。江家的佣人见我过来，赶紧迎上来。大少爷那边危险，您在圈外看看就好。我摆摆手，没关系，我不怕他。旺财听觉灵敏，这会儿也转头看向我，我朝他招了招手，就像是逗宠物狗一样。旺财过来，佣人在一边提醒我，大少爷，旺财一般只听周管家的指令。但是话还没说完，就见旺财撒腿朝这边飞奔过来，看着还有点凶狠，似乎是在发泄自己被挑衅的不满。在场几位佣人大惊失色，他们知道旺财戾气很重，生怕他等下伤到我，但是去拦已经来不及了。就在旺财即将扑到我面前时，他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少爷，快躲开！我后撤一步，然后抬腿对准他的脑袋狠狠来了一下，一脚就将他压到了地上，然后用手提起他的后颈。小东西还挺凶，几个佣人都看呆了。
这么一下就制服了，佣人还是担心他突然暴起。大少爷，要不还是把他交给我们吧，他脾气不是很好。我笑着说，巧了，我脾气也不是很好。他们有些呆愣，随即就见旺财卑微的嗷了一声，哪里还有刚才凶残暴力的模样。我漫不经心地撸着他的毛，他也是一副乖顺的模样。闻声赶来的赵姨看见的就是这幅场景，他压下心底的惊讶，恭敬对着我开口：大少爷，这里危险，二少爷让您先回房间去。为什么？我这不是才刚出来，你也看到了他乖顺的很。赵姨欲言又止，不是因为旺财，有客人来了，二少爷希望您回避。我面无表情，语气淡淡的：什么样的客人？他见得我见不得。这一下竟让赵姨有了些许压迫感。赵姨还想劝我已经朝着议事厅的方向去了。我一把推开议事厅的大门，我才是这个家的大少爷，你们意识带我一个不过分吧？江景年脸色一沉，这个不听话的，怎么非要跑过来，真当这里好玩吗？我看清了里面坐着的3人，一个是江景年，一个是70、80岁的老头，姿态嚣张，眼神深沉阴鸷，看起来有些恐怖。从面相上，这个人感觉比江山氏还难搞。而另一个人是白叔，明明只是一个管家，但这会儿竟然可以跟江景年以及那位客人平起平坐，隐隐有种制约平衡的形态。白县城看见我后神色还算平静，但是江景年就不高兴了。你来做什么？我笑着说，我也是江家的一份子，想加入你们吗？我动作却十分强势，直接坐到了江景年身边。景年，不打算跟我介绍一下这位客人吗？那人盯着我，突然扯开一抹笑，令人脊背发凉的笑。大少爷，我可不是什么客人。我问得很直白。那你是谁？那人说，我叫陈科，你爸妈和你几年，他们都叫我陈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身上无形散发着些许傲气，然后就静静地坐着，等待我尊称他一句陈老。我心下了然，我曾经查到过关于他的资料。陈科是海源航运集团董事长，掌控全球5%的货运航线，江家第一代掌权人江峥嵘的结拜兄弟，同时也是远州集团股东之一，暗中支持三叔公江山石想借机独立航运业务。虽然不姓江，但确实能算是江家人，毕竟大半辈子都在为江家的事业打拼。我故意说，哦，姓陈，那确实不是江家人。陈科怒火中烧，江景年则是在一旁笑。陈老，陈哥心直口快，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实际上心里骂了他不知道多少遍。陈科冷着脸说，我当然不会跟小辈一般见识，不过大少爷既然已经回到了江家，那么该学的规矩还是要学，比如下次进来之前记得先敲门。我的语气依旧是十分随意。那就下次再说吧，你们刚刚谈到哪了？继续吧。江景年这会儿确实是有点着急了，赶紧出去玩去，今天我们要谈的事情你不懂，下次再带你。因为不只是他，整个江家人都不希望我接触这些东西，有些事情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我听见的。我反问，我都还没听呢，你怎么知道我听不懂？陈科也跟着说，就是你哥他身为江家的嫡出血脉，可比你更有资格接触这些，你莫不是怕他夺了你的权？这句话就是挑拨离间了。江景年的脸色冷得可怕，一直默不作声的白县城开口了，两位少爷各司其职，监舍和夫人自会给他们安排妥当，这就不劳陈老操心了。陈科恢复了冷脸的模样，我哪里会瞎操心，就是随便提一嘴罢了。我疑惑地问道，白叔不是管家吗？之前还说自己不能过问主人家的事情，怎么这会儿能坐在这？白县城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陈科抢先一步。管家那可不单单是一个管家，江家不会连这个都瞒着大少爷吧？语气中的惊讶不似作假，然后略带责备地看向江景年。二少爷跟县城关系向来不错，这都不给你陈哥介绍清楚吗？我追问，不只是管家，那是什么？陈科就这么说出来了，他跟我一样都是江家元老院的成员。江景年和白县城眼神一暗，我有些疑惑。元老院？对，元老院，江家的元老院一共有5名成员。眼看着他还要往下说，江景年沉声打断他，陈老，今天您的话似乎格外的多。其实后面的话我已经大概知道了，白县城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角色，他明面上是江家的管家，背地里暗面掌控者，家族元老会成员之一，也是影子议会的元老，执掌黑手套业务、情报暗杀和灰色交易，跟江景年管理的黑账本联系颇深。陈科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老了多说2句都要被人嫌弃。大少爷来的不巧，我们刚好谈完，咱们走吧。你要一起吗？我有些诧异，这么快就谈完了？要去干嘛？陈科说，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大少爷可以跟着学学。江景年直接打断，不行，爸妈暂时没有允许陈哥出门。陈科略带同情地看向我，连出个门都不行。果然就见我不高兴地皱眉，是啊，景年你不用这么防着我吧。江景年说，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反正坚持不能让你出门，毕竟爸妈和姐姐都不在，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应对外面的变数。陈科看着我们俩要吵起来的模样，甚是满意。好了，二少爷不就是怕担责吗？既然这样，那大少爷跟着我们一起，出了事情我负责。江景年虽然不高兴，但也稍稍放下了心。这可是您说的，毕竟陈科敢这么承诺，说不定没打算现在就对我动手。至于引我出去到底想干什么，还有待观察。陈科沉声道，我说的，这下放心了吧？江景
景年点点头，随后给白叔使了个眼色，让他暗中多派点人跟着。然后一行人就这么浩浩荡荡的出了门。我们坐的是陈科开来的车，包括司机都是他的心腹。随着车子越开越远，江景年也发现了不对劲。陈老，这可不是去公司的路，倒更像是江家专门处理叛徒的地方。陈科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去公司谈判没意义，还不如直接用点极端手段，你们觉得呢？江景年皱眉有些不满，看来陈老已经提前行动了，那干嘛还要来找我们商量呢？陈科的语气很平淡，但是能听出一分幸灾乐祸。走个过场，参与感总是要有的，尤其是刚回来的大少爷就是嘛。江景年眉头皱得更紧，陈科刚回来，你就带他去那种血腥的地方，不合适吧？陈科视线转向我，早晚都是要见到的，提前适应而已。大少爷，你觉得呢？我点点头，可以啊，我倒想看看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事，非要瞒着我。到了地方之后，我们依次下车，看地段其实并不偏僻，我随便扫一眼就能发现这附近暗中守着不少人。在商场负2层，至于负1层则是一个普通的仓库，没什么特别的，最多的就是隔音装置。江景年嫌弃的在鼻子面前扇了扇。陈老的清洁工作该做一做了，臭气熏天的，这是连拷问都省了，直接把人熏死。陈科笑着说，像大少爷和二少爷这样不常来的，当然不适应。你看看县城面不改色的样子。白县城一贯是负责处理这种事情的，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其他的手下们分散在各个入口，层层看守，最后进去的只有我们4个人，而走在最前面的是陈科和白县城。陈科掏出一张磁卡，在门镜上轻轻一刷，门朝两边打开，更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连我都忍不住皱了眉头，更不要说江景年了。走到最角落的一间审讯室，里面分开关着3个人，身上都带着大大小小的伤，感应到有人来，他们乱叫着，听不清是叫骂还是求饶。陈科笑着指着他们，公司机密泄露，这3个崽子暴露了，经查证，其中2个是对家派来的卧底，1个是叛徒。江景年捂着鼻子皱眉询问，审出来什么了？陈科笑着说，嘴硬得很。不过我确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陈科朝守在审讯室内的人比了个手势，他们就扯下那3人眼睛上的黑布，其他的2个还好，但是中间的那个年轻女人在看见我的那一刻突然无比激动，突然对着我大喊，是他就是他，我见过他。在高泽兰州戈亚区黑龙会的地盘上，因为他就曾是黑龙会的成员之一，后来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有被灭口的风险，就私自脱离组织逃到了 Z 国，并且他的确见过我，虽然只是远远的见过一眼，但是因为我的身份和样貌太过出众，所以印象很深刻。听到他的话，陈科也是露出了隐晦的笑容。江家所有人都在调查我的过往，包括陈科，一开始什么都查不到，本以为是江家人刻意抹去了我过往的生存痕迹，但他就加大了力度去寻找，没想真就被他找到了。刚才说话的那个年轻女人，其实并不是什么竞争对手派来的间谍，而是他的一个手下，3年前加入进来的。我的照片刚发下去不久，女人就主动找到了他，所以今天这一出是他特地安排的。但陈科这会儿表现得十分惊讶，话可不能乱说，你怎么可能见过我们江家的大少爷？江景年和白县城都有些心惊，万一让他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他们的目光下意识就落到了我身上，但是我表情十分正常，甚至和他们一样露出了疑惑的神色。那个女人说，我敢100%确信，我之前见到的男孩就是他，世上怕是再也找不到第2个容貌这么出色的人了。陈科赶紧顺着他的话问，我们江家的大少爷怎么会出现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被你看见？女人说，他为什么出现在那个地方我不清楚，只是上头的人对他毕恭毕敬的样子，我感觉来历不凡。他的行程是严格保密的，除了黑龙会高层没人知道，能见到他真容的更是少之又少。而我那时候恰好在逃离组织的路上，找了个安全且人少的仓库，躲在其中的一个箱子里。几位高层跟他进来看货的时候，我正好透过缝隙看到了他的真容。我只是默默地听着，脸上始终没什么表情，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黑龙会那帮没用的东西，底下的叛徒跑了这么久都还没有处理干净，现在居然舞到了我面前，偏偏这个人还被陈科找到了。虽然陈科也不相信那个女人嘴里说的什么我在国外身份尊贵之类的话，但是万一呢？对于他的指认，大少爷，你有什么想说的？江景年和白县城也半信半疑地看向我，我一脸无辜又茫然地看向陈科。他一个叛徒的话，你就这么相信？说的漏洞百出，都不准备派人查证一下的吗？证据呢？说不定这是他故意撒的谎呢。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同时进来，他不想着该怎么脱身，而是一开始就死咬着我。你说的一系列话更像是在引导他，该不会这是你手底下的人，你故意安排在这里的吧？江景年和白县城被猛然点醒，陈科也有点慌，毕竟那个人确实是他手底下的，这个很容易就能查出来。同时他拿不出证据，因为黑龙会毕竟不是他的地盘，也跟他没什么交集。没想到唬住了江景年和白县城2人，却被我摆了一道。陈科毕竟是活了几10年的老狐狸，这会儿也没有露出丝毫破绽。大少爷这说的是什么话？难不成我会联合外人来诬陷你？他既然这么说了，那事情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至于证据呀，正在调查中，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若是大少爷真的有类似的身份，对于我们江家来说也是一大助力，不是？没必要藏着掖着。我还没说话，回过神来的江景年就嗤笑一声，陈老您大费周折让我们过来，
就是来听一个叛徒的胡言乱语，这可不像您的行事风格呢。陈科呵呵的笑着，实际眸底暗沉的可怕。是我心急了，这不是事关大少爷，总要多充实一点。白县城也紧接着说道：“那就等陈老拿出了证据再说吧，现在可以继续讨论公司机密泄露的事情了。”两人都没有一点要怀疑我的意思，即便是那个女人说的是真的，那也改变不了我就是江家血脉的事实。反而陈科的行事处处透着可疑。陈科这会儿再不甘心，也不好再继续刚才的话题了，于是抬抬手，让手底下人拿出另外2人的拷问资料，摆到我们面前。就这些了，你们看怎么处置？江景年和白县城扫了几眼，皱紧眉头，突然就传出了巨大声响，然后立马有几人匆匆跑过来禀报：不好了，上面意外失火，火势蔓延得很快，几乎已经将整个商场包围，现场乱作一团。江景年和白县城心头一紧，这就要开始动手了吗？陈科居然敢整出这么大阵仗，我表面慌乱，实际上心底冷静的一批。火灾？恐怕不是吧？我还隐隐听到了枪声和爆炸声，更像是有人在火拼。陈科当机立断，吩咐身边的人：那边有紧急出口，赶紧护送大少爷和二少爷出去。至于审讯室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白县城动作很快，第一个冲出去查看线路情况。江景年也拽住我的手，神色凝重：跟我走。陈科则是看着我们离开的背影，眼底杀意浮现。等顺利走出地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仓皇逃窜的人群之中，混着不少便服的打手，他们逆流而上，瞬间就锁定了我和江景年2人。一批人拿着枪瞄准，另一批人手持冷兵器迅速朝我们靠近。白县城凭一己之力拖住了10几人。二少爷，你带大少爷先走，我殿后。血性和杀气顷刻之间爆发，任谁也不会想到，他只是一个管家。我们本来也安排了不少人手在商场附近蹲着，但是这会儿混乱至极，导致援兵现在还没赶到。江景年没有犹豫，拉着我就跑，我则是多留意了2眼。这些人看着不像是江家或者是陈科培养出来的，难不成是巧合？又或者是他跟其他势力勾结？在思考之际，我突然察觉到附近有狙击手的存在，并且枪口明显对准了我。不过我并没有多在意，因为我躲子弹的成功率目前还是100%，一般人伤不了我。但是几秒钟之后，原本拽着我走在前面的江景年突然转身，直接扑向了我。我已经没时间做出更多的反应了，只听到子弹没入血肉的声音。随后江景年的左肩便渗出血来，但他一声没吭。我有一瞬间的愣神，我确实没想到江景年这么敏锐，并且在察觉到对方开枪之后，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护住我，还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次是我欠他的。江景年甚至连疼痛都顾不上，第一时间站起身来，还不忘用右手拉我一把。别发呆了，赶紧走。狙击手见这次失手，并且江景年的援兵马上要来了，于是赶紧撤退。正好这个时候白县城也追了过来。二少爷没事吧？江景年说没事，小伤。江景年扫视了一圈周围，发现随着人群逃散，那些伪装的打手也没了踪影，嘴角不由得扯开一抹冷笑。跑得够快，不过他们确实该跑，因为白县城安排的人手已经围了过来，开始清理现场，看看还有什么漏网之鱼。江景年吩咐道：白叔装活的。也正是这时候，陈科装模作样的指挥全场，看见江景年受伤后，赶紧过来嘘寒问暖，让手底下的弟兄拎了几个人过来，其中一个就是被五花大绑的射伤了江景年的那个狙击手。他在开完枪后转身的一瞬间，就被陈科的人抓了。江景年目光幽深，陈老动作够快呀，这就被你抓到了。陈科说：毕竟是我管的地方，让二少爷受了伤，不给点交代可不行，就是可惜了，只是让他受了点伤，真是一群废物。江景年本想示意白县城将人带回去慢慢审问，但是陈科转头就抬枪将几人杀了，动作快到根本来不及阻止。居然敢对我江家的2位少爷动手，死了也算是便宜他们了。后续惹出乱子的那些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二少爷这个交代你可还满意？江景年冷着一张脸，即便是心中有气，这会儿也不能做什么，毕竟他没有证据。就算知道陈科这么做是在杀人灭口，又能说什么呢？至少今天我没出什么事。江家的商场损失这么大，是您监管失职，满不满意可不是我说了算，有什么话留着去跟我爸妈说吧。说完，江景年直接带着我走了，白县城和其他人紧随其后。陈科看着我们离去的背影，眼神愈发阴狠，他的心腹凑到他身边去：头咱们就这么把盟友的人杀了，那边不好交代呀。陈科愤愤道：一群办事不力的废物，死了就死了，不然还等着老子把他们当祖宗供起来吗？而且二少爷说的对，我们今天闹这么大一出，主家那边确实不好交代，撕破脸也是早晚的事，至少今天不是全无收获。江山石那家伙又一次看走了眼，想要离间那2兄弟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他也确实有点意外，江景年这么傲气的人，居然会甘愿护着我。帝国黑河党据点，黑河党的老大直接气红了眼。你说什么？咱们的弟兄没一个回来的。地下跪着的人唯唯诺诺。是的，行动失败，再加上目标人物身边有人护着。黑河党的老大怒不可遏，手下结结巴巴地说：是那个陈科说咱们的人都是废物，死不死没区别。本来有几个能撤退的，但是都被他抓起来，当着目标人物的面杀了。黑河党的老大气得直拍桌子，简直欺人太甚！为了洗清自己的
嫌疑，拿咱们的兄弟当投名状。好一个陈科，好一个江家，赶紧把那狗东西跟我们往来的证据整理出来，老子早晚要摆他一道。得知我和江景年遭此大难之后，江家人撂下手头上的工作，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等到他们进门的时候，看见的就是等候训斥的白县城，坐在沙发上已经包扎好伤口的江景年，以及满脸担心的我。江景年见不得我这副样子，当着爸妈和姐姐们的面就开始凶我。你什么表情？我这不是没死吗？这会儿我更愧疚了，老爸和老妈心疼得很。好了，景年，你哥也是担心你，你不要凶他。我低低地说道。都是我不好，害得景年受伤了，这件事情我确实有责任。老妈安慰我。傻孩子，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景年主动救你，那是心里在意你。江景年不耐烦地说。谁在意他了？我只是怕他死了，让那2个老匹夫奸计得逞。老妈瞪了他一眼。景年怎么跟你哥说话的？夫妻俩的视线再次转向我。阿晨吓着了吧？要不要先回房休息一下？景年有我们照看着。我乖乖点头。我知道接下来家人们该一起商谈后续的对策，准备算账了。我待在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发挥。在回房后的第一时间，我就拨出了一个电话，帮我查清楚江山石和陈科的底细，尤其是灰色地带的产业，越详细越好。我要他们所有的把柄，顺便把我们的人渗透到 C 国来，动静小一点。江家的人都很警觉，虽然江家在京都算是一手遮天，但是总有顾及不到的地方，我可以适时的搭把手。等到一家人商谈完毕之后，已经到了傍晚。白县城坐在江景年身边，看着四下无人，压低了声音问道：二少爷为什么要拼死保护大少爷？要知道稍有不慎，您会没命。即便我是江家正统的大少爷，但他跟随江景年多年，心自然是偏向他的。江景年说：人是我带出去的，即便是跟妈妈报备过，但我还是难辞其咎。若是非得伤或者是死一个，或许他们更希望是我。江家栽培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江景年心里清楚得很，他们对他终究是利益大于情义，但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他们给他的已经足够多了。短短10几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和人脉圈，而且这次爸妈非常满意，他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受点伤怎么了？又不是一辈子好过了。江景年说：如果他们需要，我将会是江家最锋利的一把刀。白县城还想再说什么，但是被江景年打断。好了，别说了，讨论这些没有意义。现下要紧的是，怎么将那2个老匹夫安插在我们身边的爪牙拔除干净。白县城点点头，翻了一下手机，拿到江景年面前给他看。二少爷，本来我已经派人把所有消息压下来的，但还是传了出去，应该是陈科动的手脚。江景年沉思道：这么说那些世家全都收到消息了，那正好让我休息几天，懒得去应酬了。如果有什么邀请，全部帮我推掉。如果他们找借口登门看望，关系一般的别放进来。老妈坐到我旁边。阿晨呀，还有件事我们得和你商量一下。你也回来这么多天了，是时候该认祖归宗，到时候的认亲宴你想怎么办呢？我想了想说：认亲宴要是能不办就不办了吧，我想稍微低调一些，我还不想我的脸完全暴露在镜头之下。老妈皱眉有点担忧。不办那岂不是委屈了你？我笑了笑，哪有什么委屈的，我知道爸妈和姐姐对我好就足够了，办不办没区别了。反正以后跟着景年，有的是机会多结识圈内的人，不差这一次认亲宴。夫妻俩商量了一下，也没再坚持。那就听你的，晚些时候等江家的人全部到齐了，我们就在内部给你办一场。第二天一大早，苏婉柔就来了，任凭江景年怎么拒绝，他就是不肯走。江景年简直无语，扶我起来，我倒要看看他想要搞什么名堂。然后就硬生生磨蹭了半个小时，才被赵姨扶着慢慢的走下楼去。苏婉柔早已等候多时了。江景年没好气的问：苏大小姐亲自登门有何贵干？苏婉柔把礼物往他那边推了推。当然是给你送点好东西了，打开看看吧，你会喜欢的。但是江景年却没有要动的意思。送个礼物而已，下次本人就不用到场了。苏婉柔说：那怎么行？不看到你完好无损，我良心不安吗？江景年露出微笑：有屁快放，这次来我江家干什么？换作是之前他恨不得离他远远的，怎么还会亲自登门？苏婉柔说：当然是想要跟你冰释前嫌啊。江景年警惕地看着他。冰释前嫌，然后呢？苏婉柔问。然后你家江大少爷在家不？江景年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不在，赵姨送客。苏婉柔还是被光荣地请了出去。把人赶走之后，江景年才悠哉悠哉地拆起了礼物，发现完全就是涂有漆表的盒子，里面空得不行。苏婉柔甚至都不愿意塞点泡沫装样子。他看了好久，才发现盒子底下装着几张纸，拿出来仔细一看，发现居然是陈科和黑河党勾结的证据。他居然能够先将家一步查到，来不及细想太多，这份人情他成了。他眸光一狠，突然正色起来。此时的江山石看着跑过来避难的陈科，嘴角扯起一抹阴阳怪气的笑。怎么事情败露了就知道来找我了？谁能想到黑河党都是一群废物，还说什么百发百中？陈科自己想想也觉得窝囊。不过至少我们知道江家所有人都把江晨当宝贝护着呢，这是他们唯一的软肋。听说他们这会儿已经聚在一起，怕是马上得找我们秋后算账。暗中斗了那么久，早该真刀实枪的干一场。再拖下去，让江思明的几个孩子成长起来，我们就彻
底没机会了。江山石点点头，那就按照我们原先计划好的，硬碰硬肯定是不行，逐个击破吧。陈科说，不能等了，立马安排下去吧，趁着那几位还没回来，不然等他们夫妻俩找到证据，先一步过来算账，我们肯定无法应对。起床又起晚了的我，发现偌大一个豪宅竟然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于是我就询问赵姨他们的行程。赵姨很诚实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回大少爷，先生和夫人都在调查您和二少爷昨天遇袭的事情，三位小姐也在帮忙。一家人齐齐行动，这次果然是动真格的了。我继续问，那几年呢？前不久苏家大小姐来过，后来二少爷就和县城匆匆出门了。苏婉柔来做什么？她难不成是说了什么，导致两人这么火急火燎的就出门？说是来看望二少爷，还送了一件礼物。我眼神渐渐凝重起来，爸妈和姐姐是同时出门的，基本上是一前一后，事先商量好的，并没有去同一个地方，那就是突然得到了什么重要信息，然后需要亲自去处理，还是兵分几路的那种。问完这些之后，我直接回了房间，然后立马又拨打了一个电话，发动信息部所有人，查江家所有人的动向，尤其是我昨天让你们重点关注的那2个，有什么异动立马汇报给我，要快，要不然哪里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全家人一家子都分开出去了，还是知道我毫无自保能力，江景年又受伤的情况下，如果是巧合还好，但要是有人刻意引诱呢？我的凤眸微微眯起，闪烁着往日里惯常透露的寒光。我酝酿了一会儿情绪和语气，分别给爸妈和姐姐们打电话告状，用十分无辜的语气控诉江景年偷偷出门，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的反应无一例外的都很惊讶，然后就是担心，同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阿成，我们马上回去陪你，顺便教训他。当然，实际上是要确保江景年的安全。但是在10多分钟后，江景年和白县城居然平安回来了。我看到他们还有点小惊讶，难道是我想多了？江景年进门第一眼就看见我，毫不客气的冷哼一声：“不就出去了一会儿，怎么还学会告状了？某人真讨厌。”我没否认，看来他已经跟爸妈联系上了，没出事就是好的。至于爸妈和姐姐，还真是一下子全跑回来，生怕有人故意调虎离山，然后对我们2个下手。毕竟这段时间很关键。回到家后，齐齐松了一口气，也都没多说什么。一家人安安稳稳的吃了一顿午饭，但是饭后没多久，他们又不得不出门，交代我们2个好好在家里待着。现在的江家是非常安全的，蛀虫基本上已经被他们清理掉了。非要亲自去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到的消息和证据全都是真的，正好趁热打铁，不再给江山石和陈科翻身的余地。而我收到手下传来的消息，确认爸妈和姐姐获得的消息，以及要去的地方确实是没问题的，就没管了。也是等到爸妈和姐姐们走后，江景年才叫来白县城。苏婉柔给的消息可帮了我们大忙了，你现在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方案，立马去抓人。那会儿他们2个亲自去查证消息的准确性，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只带了2、3个保镖，还真让他们找到了陈科的一个秘密据点。可惜他们人手不够，再加上爸妈突然打电话过来，于是只能返回。至于江景年为什么没提这件事，主要还是觉得爸妈和姐姐们手头上的事也很重要，不宜过于分心。我坐在电脑面前捣鼓了1个小时，隐隐感觉这宅子还是太安静了，突然想去看看江景年到底在干什么，结果却发现他的房间空无一人，其他地方也没有他的身影。我再次叫来赵姨，景年又出门了。是的，大少爷，二少爷特地让我别通知您，怕您又告状。我觉得头疼，咋这么不听话呢？都受伤了还跟着白县城到处跑，明明白叔手段也不差，他没必要冒险亲自去盯着。赵姨，景年是和白叔一起出去的吗？县城先一步离开，2人应该不同路。你的意思是，景年在没有白叔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出门了？赵姨点点头，是，不过二少爷身边带了10来个暗卫。如果真的有人要算计他呢？我不自觉的就拔高了音量，声音沉冷，区10个暗卫怎么够？实在不怪我多心，这2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赵姨说，我尝试过拦下他，但是没成功，并且他说县城去的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他只是去信阳大厦取一份文件。他到底只是一个下人，没有资格管主子的去向，而且他本来是不准备跟我说这些的。赵姨走后，我陷入了沉思，现在通知爸妈肯定是来不及了，再加上之前就让爸妈和姐姐们白跑一趟，耽误了办正事的时间，万一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我亲自去把不听话的江景年抓回来。正这样想着，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看到来电人，我毫不犹豫地按下接听键。老大不好了，江景年被人抓了。我的脸色骤然冰冷，立刻把我们在京都所有的人手都集结过去，再给我发个精准定位。我扭头回房间，顺上了2件武器，就大步往外走，刚好撞见还没走远的赵姨。赵姨和周围的几个佣人见我周身气势十分骇人，内心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赵姨身体比脑子快一步，直接上前挡住了我的去路。大少爷，您这是？二少爷已经离家，大少爷可千万不能再出去了，万一出事绝对不是他能担待得起的。我冷声道，让开，回头我自己会跟爸妈解释。可是赵姨也后知后觉地知道今天的事情肯定不简单。大少爷留步。我眯起眼问，你不拦他反倒是拦我，怎么只有他算是你的主子？面对我突如其来的威势，赵姨心头猛地一颤，其他人更是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感觉他们再多嘴一句，我就会直接把他们杖毙。我继续说，我说了，出事我自己担。趁着他们愣神的功夫，我已经走出去老远，一下子就没了踪影。1分钟后，我从车库顺了一辆限量版跑车，转瞬间就消失在他们面前。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留给他们的只有一阵尾气。赵姨直接拨开普通佣人，对着周围的空气大喊，快跟上去保护大少爷。几秒钟之后，暗处跳出来几个人，其中1人为难道，大部分人手已经被白管事带走了，我们剩下的这些要守着江家走不开。没有主人命令，他们不敢擅离职守。赵姨心急如焚，先生和夫人的电话全都无人接听，甚至连她老公白县城的也打不通，只希望今
今天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江山市私宅的书房依旧是他们两个人，不过现在他们的神态悠哉了不少，甚至还带着几分隐隐的运筹帷幄以及大计将成的得意。他们的面前是一块巨大的屏幕，上面实时播放着一个画面，浑身是伤的少年倒在血泊之中，头发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即便是伤成这样，他也愣是一声不吭。如果江家人在这，一定能认出来，这是他们宠爱了10几年的儿子江景年。不过他的眼神没有丝毫的恐惧和屈服，嘴角甚至还扯开一抹嘲讽的笑。抓我来这20分钟了，你们就这点能耐？抓他来这里的人是京都最大的黑帮青龙帮的人，从前他们都对江家避之不及，这次居然下了血本，清朝出动只为了抓他一个人。稍微细想就知道，青龙帮肯定是跟陈科或者是江山石勾结在一起，然后把目光转移到远处的摄像头，语气很厉。我知道是你们动的手，藏头露尾的东西，怎么只敢在屏幕前看着？你们最好现在马上弄死我！但凡是给了我一点喘息的机会，今天的屈辱我必定会百倍奉还。